我还记得我回去圣尼格拉做校长第一天又在看到潘老师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还记得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听到这4个字，感觉如何？好像是压力更大。泡一壶茶，讲一段故事，念一生的回忆。上课了，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我是主持人林安娜。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圣尼格拉女校前教师潘映华老师，还有她的2位学生苏慧兰和陈淑珊，来到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做客。哇，老师好！哎，好，你好。还有2位同学好！哇，今天看到你们，我就在想，学校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很精彩。因为刚才你们在节目之前都一直在翻，说哇，当年穿校服的时候你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那我先问一下老师啊，潘老师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是你在学校的时候是资深的华文老师，你一直教在圣尼格拉女校教，一直教到你退休是吗？对，到2011年。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到圣尼格拉女校？那个时候是1979年他们在推行这个双语政策，就是中学缺乏语文老师，所以就把我们从小学调到中学去。那你刚才提到1979年，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哈。是。那我觉得2位今天来做客的学生应该也是很有感触，因为特选学校是在1979年那个时候设立了。那像苏慧兰跟陈淑珊，你们是同一届的学生？对啊，我们是同一年的。你们80年进入圣尼格拉。那潘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教你们的？第2年我就教他们。是第2届，对，所以我们中1、中2的时候，就是潘老师教我们华文的。对，老师对他们当年的印象还很深刻吧？会，特别是这个，因为我教了2年，而且又是级任。对。然后这个呢，我是觉得他英语很强。对。然后他很活泼。对。所以像苏校长跟陈淑珊，你们在学生时代选的，听起来第1语文跟第2语文你们是不一样的吗？我们是英文和中文都是第1语文，不过可能不同的情况，有些学生他们的英文会比较好，或者华文比较好，然后下午呢就要选修那个辅助课程，英文的呢或者是中文的。我的过程有一点不同，因为我有选择一个第3语言，就是日文，所以没办法做补助课程。那你呢？我是觉得我的英文还要更加的加强，所以我就选择下午的时候去参加那个英文的辅助课程。老师，你作为老师，你来说说，像他们作为学生的，因为是一个特选中学哈，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上课方式呢？我看就是为了要增强他们的语文能力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华文有待提高，所以就只好填北京呀这样了，就是拼命挤词汇啦、成语词典啦，然后要看名著啦，然后又有周记啦、简报啦，对。阅读之后还要做读书报告。是。我觉得有这种华校的这个教育呢，使到给我们培养一种比较了解双方中方还有西方的文化，从这个中方文化的培养，也是给我们一种比较优秀的一种道德教育吧。好像我们学校的孝顺是得存益坚，慧兰跟我也是出去学院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学校，就是华中出去学院，华中出去学院也是自强不息啊，临水思源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背景还有这种基础，给我们一种对道德方面还有文化方面的了解。你们是属于第2批的对特选中学的学生哈。对。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会去到圣尼格拉女校呢？因为我家背景是讲英文的，所以我父母亲呢也是希望呢我可以在从学校里得到这种华校的这个教育熏陶。对。那你呢？
我们刚开始是先选了一些学校，那个时候还没有跟我们讲我们是可以选那个特选学校，不过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成绩之后，就另外又特别分给我们一些同学，就是我们top 8%。88%的学生就有另外一个机会选择，就问我们说你要不要重新选择你的学校？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会特别的去跟我们讲解说这个特选学校是怎么样的情形，就是同学就是一起好朋友就说，不然我们就一起来选择要去哪里，然后就这样子选择了圣尼格拉。我还记得我小学的老师就看了我的那个选择，他就跟我讲说，很好，圣尼格拉是个很好的学校，这个是缘分啊，对对对所以现在你所以们很成为了师生嘛啊，对吧？同学啊，这样。对对。那进特选中学啊，修华文是要修 CL1，对，对你很难吗？当然有挑战，因为我是没有这个，我家里没有这个基础，背成语啦，我们之前历史也是，地理也是用中文来教的，所以当然是有一点困难。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没有当时的基础呢，现在可能是讲不出了。那个时候差不多，老师跟学生就跟家里的爸妈跟孩子一样，是要全天候在一起的。然后放学之后又要去背书嘛，晚上在家里背成语、背谚语，不然明天就对考试啊，或者是被谁测验啊，谁考呢？多测验老师考还是同学彼此之间考？老师考的啦，大多数是老师考，很多测验啊、听写等等。所以现在回头看你们当年念中学的那段日子哈，你们自己的感受是？多姿多彩，多姿多彩，对对，没错。老师你而且很觉得呢？充实哦，对，很充实。很充实。圣尼格拉女校是华校，那个时候老师那个学校里面学华文的氛围是怎么样的？都相当的积极啦，他们不会说不喜欢啦、抗拒啦，还是什么，都相当积极。我后来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 Ice Cream 姐姐啊，有听过吗？没有我们都毕业了， Ice cream 所以你看，姐姐其实我们我没有听过啦不知道，真的啊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她考了全国状元嘛。哇，然后对后来是不是潘老师记得吗？后来听说就是因为学校他考了全国状元，然后学校呢就说买了，哎，冰淇淋你看你们的学姐考得这么好，然后来大家有 ice cream 吃，然后后面学妹们嘛哈，他们就记得，对他对对，们就享受到，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已经所以我们不知道。毕然后他们叫你欠我们一个冰淇淋，好，那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也可不可以可以可以，有一个？听者有份，听者有我们份。都有份的。是，所以后来学生虽然没有见过慧兰，但是都知道她是跟 ice cream 有关，所以叫她 ice cream 姐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潘老师对你们的影响了哈。像你自己本身当校长也当了多少年？哇，我还没有去记耶。那你在教育界也有30多年30多年吧？对对对。校长应该有5年吧？在圣尼格拉是5年，之前我还在安德逊中学做校长。潘老师，当那个时候他回去圣尼格拉女校当校长的时候，你还在吗？在对，还在。你什么感觉哈？很高兴，你有没有跟人家讲他是我的学生？有。有，我就讲这是我的学生呢，我教2年的学生。我还记得我回去圣尼格拉做校长，第一天第一次看到又再看到潘老师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们猜？我们猜不到哎4个字，4个字哇！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个字是什么？饮水思源啊，不是不是，第一个字是汉语拼是 R，任对，第一个字对了。任重道远，对是吧？任重道远。他还记得啊。我记得，我记得，对呀，那个时候听到这4个字哇，感觉如何？好像是压力更大了。身为一个老师呀，尤其也是我的老师，特别嘱咐我这个任重道远，我一直都铭记在心里。好像潘老师，你看他非常的温和，我看他从来都没有大声骂过我们哈。呀，对对，所以非常有耐心。所以我的周围就是这些非常有爱心的老师，从他们的身上就学了很多。
所以当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校长的时候，这些都是对我来讲说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些身教言教吧，对对，应该是这样子哈。那说苏珊吧，她在教育界30多年，你在银行业也30几年，35年啊。对，没错，是啊。那今年3月，她也接了一个重任啊，就是新展银行的总裁，而且财富杂志还评选你做2025年全球10大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之一。这个也是挑战蛮大，给我压力大大了吧？那你认为在圣尼哥拉女校修这个特选课程，刚才你有说了一些，就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华文基础。那还有什么是在你的人生或者事业的道路上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我觉得现在事业上呢，直到我们可以建一个东方西方的一架桥梁，无论是数字方面呢、贸易方面啊，这个数字平台方面呢，我们有双方的了解，双方文化、语言、背景的了解，使到双方可以更加了解对方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企业呢，主要也是要了解各国家、各文化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我这个华校的背景，给我这种能够了解对方的一种能力吧。哇，今天聊了很多哈，然后我也一直在看着桌上好多东西啊，尤其是潘老师那盒是糖果吗？你要带糖果来给你的学生吃啊？是糖果吗？不是不是糖果。我们看一下。学生们写的，所以老师，你带这些对你来讲当然都是宝贝了，这不用说哈。你带这些来，你想要跟2位学生说什么？我就是因为这些卡片，就是得到很大的满足感。虽然是当语文老师不容易，是可能人家以为是我们老师，你们一点不是可以回了吗？我们真的是苦笑。你去看那些教员办公室，英文老师也好，华文老师也在批改作业，所以虽然是苦，但是乐还是占大部分。欣慰满足。那你呢，慧兰？你带成语词典了呀？哦，你也带成语我也词，是带了成语句。你看这个对这个对 Orange Book 对我们的影响多大？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虽然这么厚，我们一个星期好像不懂，就是要背大概10到10页或者20页吧。呀，现在我们虽然工作上有时没那么多机会用这个语言，不过一有机会人家一提一下，我们就会记得，对，所以就是证明了那个基础，真的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对我们非常有益。良药苦口利于病吧。哇，因为当年背下来，所以牢牢记住，对不对？像这本呢？这个是我们学校50周年的那个特刊，然后我就在里面找到谁？翻的时候就找到了潘老师。哦，来，你看这个就是潘老师的，潘老师，对啊，哇，那么年轻。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提到的呀，化学演讲比赛，校之光。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参加那个化学演讲比赛，对，有2组，一组是英文的，然后苏珊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在哪里？苏珊在哪里？这个是苏珊。我在这边，这个是苏珊，慧兰在这边，在这边，对呀。我的那组就是用中文的，2组都拿到冠军，对，好厉害，很开心。然后我还找到了，这个是苏珊去日本进入的那些照片，去留学。我们去，你看你选修第3语文，对，就是很好，他们有机会。他们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我带了一个洋娃娃，因为我们学校很特别，因为我们把大学生叫做姐姐，比你小的叫妹妹，然后校长也是常叫我们宝贝嘛，所以我们圣尼哥拉的文化都是很亲密的一种文化。这个洋娃娃也是给我一种很美好的回忆吧，就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互相照顾。说到现在，老师有话要对2位非常杰出的学生说吧。
就是坚持你们一贯的那种谦和有礼、亲切友善，好吗？好。然后把你们的领导能力发挥得更好。4个字出来了，任重道远。对对对。那你们2位应该也有话要跟老师说吧？你先说吧。非常感激潘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老师就像我们的启蒙老师一样呀，我们真的是在老师的身上学了很多，真的是终身受益。他应该知道他是桃李满天下，像他刚才给我们看的这些，还有家里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所以希望他一直都记得，我们这么多学生都在他们的培育之下成才，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欣慰。祝你身体健康。OK， 我们潘老师心里面是很感动。那到你了，我也是要感谢潘老师多年来的教育，不止潘老师，也是我们校长，还有其他的老师们，不只是语言，也是文化，还有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多年来的培养是钱买不到的，所以非常感谢。今天非常感谢潘老师，还有他的2位学生苏慧兰跟陈淑珊来到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做客，我们下课了。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也不止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啊，我们毕业之后，只要知道是圣圣尼格拉的校友，的校友就对肯定是帮助的。对，而且我们就一知道是校友，然后我们就说 OK， 你哪一届毕业的啊？那你是姐姐，然后就叫她姐姐。不管之前认不认识，对对是对呀，不管对呀，所以很多共同的文化，是很多的共同的回忆。